我和他认识是在我们学校08年那年我大3，他在我们学校饭堂打工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刚开始还努力的去找工作，学文科的从来不太好找工作。他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靠我一个女人养活你算什么？他1个月之内换了4次工作，总是挑3拣4，天天在家不求上进。我在外面工作，晚上回家连顿饭都不给我做。有一次我就借着说去接他下班的机会吧，到他公司门口，却发现他和一男的在一起。我在外面工作，追求者是很多，我承认。也就是前几天吧，他给我说她怀孕了，我不太相信。他一边打游戏一边说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现在这个情况你怀孕了，那孩子能是我的吗？”我当时都愣了，想死的心都有。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今天他们的情感将去向何处呢？来，各位掌声请出他们，有请。男主人公肖强，25岁，来自四川，是一位自由职业者。女主人公何楚，24岁，来自江苏，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女朋友是吧？我和可可是在我大3的时候，她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打工妹，她在饭堂打工，给我们打饭打菜的吧。哦，那你就是为了让她多打饭菜，所以你不是的。刚开始我经常去那儿吃饭，然后她经常给我会多打一点，我哥们就会说，哎，小强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不是对你有意思，是看你当时长得比较胖，人比较实在嘛。然后我想打少了他肯定吃不饱嘛，所以就给他多打一点。那不是其他的胖子也去吗？你怎么就给他打的多呢？还是喜欢他？所以说我就认为他喜欢我嘛，或者对我有意思。然后也算在哥们儿怂恿下吧，自己确实也挺喜欢的，觉得他和大学里面的那些女孩子不一样。我从他身上看到那种朴实和纯真，我就去追他。他刚开始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怕我是骗他。毕竟我们俩的学历摆在那儿。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，然后打工，我还是本科在读。他担心我骗他。你都不敢相信哈？不敢相信。后来呢？知道他后来是大力追求吧，可以说是整天缠着我，每吃饭从来不上别的窗口，总是跑我那缠着我，时不时的从背后伸出一朵花来，要不呢就是向我手里面塞上一张字条。纸条上说什么呀？麻烦多给我打1两是吧？不是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，请相信还有我在你的世界不只是个过客。我当时一看还有我太假了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的生命中我会给你承诺啊，因为我是学文学的。我当时嘛就根本就没太在意，我们俩真的很不配啊。他是大学生，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，我刚来到这个大城市，我根本就不敢去想象会有这样一份感情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过完年以后他生病了，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家人都没在这边，我天天晚上在医院陪着他，然后白天我还得回去上课。那段时间天天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很憔悴，满脸血丝。就从那一次开始吧，然后我感觉这男生挺不错的，交往没多久他就不满意我的工作，让我再继续上学，让我去读成教。我不是不满意你的工作，我当时跟你说了，我想以后跟你在一起，我为了我们俩的以后，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学历，以后更好的去找工作。我说我考虑了他的提议，我想跟他拉近一些距离，想跟他一起走得更远，然后我就去读了1年成教。挺好啊。但是在我读成教的1年当中，你问问他自己干了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他打工的时候，他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，我家里面很穷啊。我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是靠自己，除了学费有父母的。等于人家供你是吧？他供我的生活费。然后你呢？我拿这个钱去供了别的女人。啊？你拿这钱干嘛了？我拿这个钱给其他女人买好吃的、买穿的、买漂亮的玩意儿。就变心了呗？那女人是谁啊？早毕业了，早没联系了，我都快忘了她是谁了。你能忘吗？因为我当时跟她身上的那种可能在一起感觉。你让我去读成教，你就是为了支开我吧？你跟他早就开始了。我不是想支开你，可可。那个时候我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鬼迷心窍了。我觉得那个女的打扮的挺时尚的，然后天天
你跟他在一起有共你如果同的话题。嫌弃我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必要用这种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是嫌弃你，我觉得我跟那个女孩子有共同的话题，就天天在一起聊着聊着。对，聊着聊着。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，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。这件事，可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行，后来呢？后来我和那女的分手了，她觉得在我身上找不到刺激感了，跟那个女孩子分完手之后，我天天不由自主的心里面就拿可可和那个女的做比较。你有资格吗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，但是心里面还有她，然后就做了比较，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她。如果他当时要是不哭着向我跪倒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原谅他。哦，那个女孩走了以后，她就哭着到你那儿来下跪了是吧？她都下跪了。她后来跟我说，为什么又接受我回来？她没有见过一个男孩子在她面前哭得这么伤心，她认为我悔改了。改了吗？确实在这方面我改了，我跟她好了之后，我没有和其他女孩子有过就过分的那种交往。毕业以后嘛，然后我们就走到一起比较近，天天在一起。然后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从销售底层做到现在的主管。他毕业1年多以后，找了很多工作，每份工作干不超过1个月，天天待在家里面。他的吃喝住行还有房租全都是我一个人担负。我也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啊，但是我是学文学的，当时我真的那工作真的不好找，我去找的那些工作都是什么工程类的、物理类的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工作不好找，你打算让我养你多长时间？我没有说我不找工作，我现在还一直在找工作啊。你能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点机会吗？我给你时间，谁给我时间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在家写小说，我有赚钱啊。我写网络小说，我给人家写投稿，我也有赚过钱啊。那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怀孕了，你看你怎么办嘛？不久我就不能工作了。可咱们谁来养这个孩子？谁来？别说了，咱们能别提怀孕这事儿吗？怎么不能说啊？我都不怕丢人，你怕丢人呢？对，我就是怕丢人。你能不要再说了吗？怀孕这事儿，我怕丢人。你怕丢什么人？我怀疑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我。啊？你就是一混蛋！自从他做完销售主管之后吧，天天在外面应酬，经常和一些男的暧昧的来往。那段时间他很忙很累，他天天回来，饭做好了，然后我给他捏脚捏肩，我给他洗脚都可以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那段时间没工作，我确实我想和他好好在一起。但有一天我也去接他下班的时候，我在公司门口看见了他和一男的，比他大很多的男的，他居然接受了那男的玫瑰花。玫瑰花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当时没有送其他女孩子玫瑰花吧？他只是我一个客户而已。客户有必要你接受他的玫瑰花吗？你没有男朋友吗？你不理解我的工作就罢了，你干嘛不承认这孩子是你的？你不敢担当责任，你不是一个男人。你说你都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玫瑰花了，我还敢承认那孩子是我的吗？我想问一下在座的，如果说你的女朋友背着你在外面接受别人的玫瑰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还有那个意义去信任她吗？凭什么说不是你的？我在网上查过，也通过我的朋友在医院的朋友我问过。啊，你问什么？时间推算不对，不是我的孩子。时间推算不对。那段时间我跟他吵架了，他回老家了，那半个月我跟他就没见过面，那孩子可能是我的吗？你怎么知道那半个月就是不是你的呢？他给我说他怀孕的时间我推算的。半个月的差距你是算不准的。关键是他在外面和随意接受别人的玫瑰花，这两个疑点。我说了，他只是我的一个客户。那你当着我的面和其他男人打电话，喂，亲爱的，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明天好，我们明天去哪儿玩？我怎么想？你胡诌！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话，我干过这样的事儿吗？我知道你干过这事儿。我觉得你不太像学文学的哟，你很岔开话题啊，这跟爱不暧昧没关系啊。她现在怀孕了，你相信孩子是你的吗？不承认是吧？那你今天来干嘛？跟他分手的是吧？我想弄清楚这件事儿，如果孩子真是我的话，我该承担的我会去承担。如果说这件事搞不清楚的话，心里面的疙瘩我永远解不开。问你几个问题好吗？怀孕了？怎么不敢承认啊？怀孕了就怀孕了，是不是孩子是别人的？心虚啊！你看现场的观众对你什么反应？你没有话说是吧？拿个话筒给他们，来。其实我只是个重庆人，而且我也是个学生，但是看到那个东西之后，我真的想问下那个男的，你到底要不要对那个姐姐负责任？既然你是重庆的，我跟你说家乡话。
而且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那一排当中基本上都是四川和重庆的。本来你猜出来，我们都觉得四川人老乡见老乡，都是觉得很新鲜。但是听到你那个故事，我们心头真的很寒，觉得我们为有你那种老乡，心头感觉很心酸。哦，心酸。我想质问你，玫瑰花等不等于爱情？你不要在你小清新。现在是那个姐姐受伤了，不是说你啥子了。那个姐姐用钱养你，但是你背着她做下的事情，你个心头应该清楚。对，我承认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他的事，我已经改了。对现在，如果换做任何一个男人的话，他的女朋友在跟别人有暧昧的情况下，别吵，让人家说，来说。那个我也是四川的，现在跟我交往的也是一个江苏的女孩，然后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来了吗？今天没来呢。啊。然后我觉得就江苏的女孩真的特别的，比如说懂事啊，真的特别贤惠。我刚才听这个姐姐说的话，我真觉得你真的太对不起她了。然后觉得你就一直在家里吧，也什么也不做，然后又出去，你又不说找工作，然后这个姐姐就一直在外面忙着工作，然后你还这样误会她，你真的太让我们四川人失望了。有些事情你们还不晓得。等我把事情说完，那你们接着听一听啊。我在找工作的时候说普通话，我不是四川人，我要听普通话。你还听得懂吗？来，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，境遇挺惨的。他没有像我的朋友说，像其他的朋友一样给我鼓励，给我安慰，他对我的只有责骂，就指着你今天怎么出去又没找到工作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是一个男人。他天天就这样，我跟他说过，咱们有什么事私下可以来聊，但是他就当着我的朋友，也就是这样，他就这样站着我坐着，他指着我的额头，点着我的额头骂我。他都这样做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找呢？我需要的是鼓励，不是他总是责骂。哦，你越骂我就越不找，是这意思吧？我越没有信心。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从刚开始的温柔贤惠，我的包容，可是你看到了吗？慢慢的我放弃了，我没耐心了，直到现在的歇斯底里，我是为了谁呀我？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。你怎么这么会倒打一耙？哎呀，我基本属于听不下去了，就是难得你把节目做到，就让你都要气死你。那我先不提其他事儿，那你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我通过朋友推算，不是你的，孩子不是你的。告诉你吧，我没怀孕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，你怀孕了，现在又没怀孕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我做这一切为了谁呀？我不是还想激励你，让你去工作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拿孩子来激他，用激将法让他出去找工作。那你到底怀孕还是没怀孕？没怀孕。啊？没怀孕。这事也能开玩笑的？我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他。你没怀孕是吧？就算我以后怀孕了，这孩子我也不敢生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你们都挺会玩的啊！但是你不能骗我。我有别的办法，还会出这种损招吗？你以为我想呀？行，可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说你自己怀孕了呢？1年了，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，他就天天待在家里。就是你想轰他出去找工作。对。所以你说你怀孕了，想激励他。对，我不想一辈子都养着这样一个男人。哦，没想到他来了一句说孩子不是他的。这样的男人我根本不会再要了，我根本看不到未来与希望。来吧，专家老师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哈？丘比特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女孩所做的一切啊，4个字儿，仁至义尽。我特别尊重她刚才那选择，说这样一个男人真的不值得了。其实你想想，我看到这个文案说这个女孩子在她的这个在家这么多年，她费尽心思给她介绍工作，动用自己的关系，动用自己的人脉，千方百计的给她安排工作的机会。这男孩说什么？说不行，太受委屈了，我怎么能够让你给我介绍工作呢？觉得面上挂不住。但小伙子，你想想。在当年的时候，你在学校里，人家多给你打一勺饭，现在他给你介绍一工作，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？说的好听点儿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照顾你；说的不好听点儿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吃软饭，拿着他的钱去给别的女朋友买花买礼物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做到这儿已经是极致了。
你刚才站在这里，所有语言的表达，所有的姿态都是在指责他。你好像是一个债主一样，他欠了你什么呢？人家指责你2句，说你怎么还不出去工作呀？你让我养你多久？你还跳起来跟人家闹，你还觉得他侮辱你？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侮辱你。到目前这个状态下，我特别支持这女孩，千万不要再跟他继续一起生活下去了。他下一刻没饭吃，让他自己去解决。你忍心花打工妹的钱吗？拿她的钱，你去孝敬，去讨好别的女生，你丢人不丢人呢？你是不是白眼狼啊？她之所以骗你，她怀孕，我认为不应该怪她，这也是你逼的。她希望你长进，希望你振作起来去找工作，希望你像个丈夫一样的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姑娘，我就觉得千万不要跟她好了。就像苏老师说的，苏老师轻易不骂人的。今天苏老师也火了，一脚把你踹出去，不理他了，千万不能跟他好下去。骂也骂了啊，把我的活都干了啊。你鼓励一下吧。我不鼓励。我跟你说很现实的事情，因为将来的一辈子你还要走下去。爱上一个贪婪的女人，她会耗尽你的金钱；爱上一个背叛你的女人，她会耗尽你的真心；爱上一个无情的女人，她会耗尽你的热情。但是如果爱上一个对你真心付出，而你又百般嫌弃她的女人，她就在鼓动你的热情，珍惜你的真心，节省你的金钱，反过来养你，这让你情何以堪呢？我们说子不嫌母丑，夫不嫌妻贫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嫌弃和看不起。你嫌弃他的工作，你拿他的钱给别的女人花，但就是这样一个百般被你嫌弃的女人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她在养着你，而你却要对她百般的挑剔。你能找上这样一个女朋友是天大的福气，难道还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恋爱，经历一次又一次别的女人把你抛弃之后，你才能够感觉到她的好吗？在生活当中，也许很多次犯错会让一个人成熟起来，但是在爱情生活当中，不可能允许你去犯一次又一次的错，才来懂得最初的好。但是我希望你今天，也就是此时此刻，你能够真心的感受到，原来的我的生命当中，这个女人才是真心真意对我。你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了，不要犯第二次错误。今天不管你们能不能牵手，我都希望你在将来的日子里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他人，你没有任何权利去瞧不起别人。好，谢谢3位老师哈。小强其实回头看一下哈，挺惭愧的是吧？下面还应该有你要面对的人，你必须得接受哈。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今天来的实际上面有可可的干妈是吧？可可呀，是我的干女儿。我们2008年就认识了。当初我就不同意可可和肖强认识啊。第一呢，可可呢刚从外地来的，而且她年纪轻，很单纯，就怕她上当受骗。第二呢，这个肖强呢是个大学生，我们可可就是一个打工妹，他们俩悬殊太大了。我就怕肖强啊以后又有了别的女人，把可可抛弃了。那么到今天看过他的这些表现之后，您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像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吧，我都不知道。在可可上学期间，他又交了别的女朋友，这让我非常气愤呢。你既然离开了可可，为什么回来还找我们可可呀？我虽然是他的干妈，我都打抱不平。干妈，你别哭了，我知道你别说了，我错了，你别哭了行吗？另外，你整天不务正业，在家里还标榜自己什么文艺青年呢？你什么文艺青年呢？你不出去打工挣钱，是真正的男人吗？这一点最让我瞧不起你。还有，可可，不是干妈说你，你说你在读书和这个工作面前，你都是一个强者，自立自强，为什么在感情上这么懦弱呀？跟他一次再一次的，他跪地求你，你就跟他好了，而且到现在了，他还不出去工作，你用谎言骗他，他都不出去，这种男人不值得留恋。干妈告诉你，将来以后啊，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。来，小强的哥哥，还有，我再跟你们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可可呀，他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知道的。
他的亲生父母要知道可可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不得多伤心呢。夏言说话可能会很难了。小强的哥哥是吧？大家好。作为萧强你的哥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作为一个哥哥，你的情况我自己非常了解。小的时候你没吃过苦，养成了一种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臭毛病。我知道出社会的时候受了一些挫折，令你自己更加封闭，更加不会理会别人的感受。我只想说一点，作为一个男人老大不小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真的不想说你什么，要是爸妈看到你这种情况，真的非常伤心。行了，哥你也别说了。听我说完，我以后真的不想说你。不过你是我的弟弟，你现在成这样，我肯定要说，我一定要说。我不说的话，你这样下去，你一辈子就毁了。我只问你，你想这样一直下去，还是想自己改变？你前段时间我在深圳那边没过来之前，你跟我说你在这边谈了一个女朋友，我都蛮高兴的。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，我如果一个女孩子能跟你相处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很难得。我又过来看你。跟我说完行吧，哥，你先别说那些事儿了。我今天在这儿我也表个态，如果说我不想改变我自己的话，我今天根本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也不会来这挽回这一段感情。想改变，我知道，我也看到比以前好了一点点。不过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会有你们两个这一档子事。就是您今天也是初听是吧？觉得很震惊是吧？以前是知道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。好，还有可可，作为一个当哥的，我今天想对你说一句话，代表我自己啊，真心的，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哥，你不要那么说。萧强，你看你面对这么多的人，我相信会给你很多的冲击。主持人，我还想再对我弟说一句话。您说，做什么事情，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，要承担后果的。我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。当哥的还是希望你能抓住哈，还是在给你暗示，在给你力量。我想其实一切的决定都来自于你们自己，对吧？真诚的、坦率的、发自内心的，可能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你的。接下来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可可，请你把眼睛闭上。在来这儿之前，我就想了很多次，我知道我很混蛋。今天老师、干妈、我自己亲哥都说了我在这儿跟你保证，我出去之后一定好好找工作，哪怕是做建筑工人，我从最低层做起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去奋斗。我以前没有想到我自己做的那些事儿会伤害你那么深，会伤害我身边那么多的亲人。可可，对不起。跟我回家吧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听我唱歌，虽然我没学过什么唱歌，今天还想唱一次给你听。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，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。爱一直停在你曾爱我的那晚，你曾经对我那么好。你说你爱我到老，现在我害我输掉。天花地了，什么天荒地老，不到最后不会知道。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，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方。爱一直停在你曾爱我的那晚，你曾经对我那么好，你曾经对我那么好。回去吧。当大门合上的时候，冷静一下，考虑一下自己未来的生活。去吧，可可。来，把门关上吧。各位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应该继续走下去呢，
还是就此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87.80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要分手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现在我还忘不掉，什么天荒地老，不到最后不会知道。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，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方。爱一直停在你曾爱我的那晚，你曾经对我难忘。我想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什么东西触动了你，让你还要从转门当中走出来？说吧。不舍得，我想等他找到工作之后，我再考虑。你知道你再一次的示弱，就像当年他跪下来，你原谅他那次一样，会纵容他吗？我这一次我真的不要！我最讨厌听在现场来下决定或者是赌咒发誓的，你一点都不值钱，我告诉你。我这样说吧，可可，给我1个月时间，如果这1个月时间里面我还像以前一样的话，那时我真的无话可说了。我们尊重可可的选择，但是想告诉可可的是，如果要让你的男人成长，如果要让自己成长，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机会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来吧，站上来吧。来，小朋友来。啊，我自己有准备了。啊，你自己有准备？行吧，那我们节目组的怎么着？我想最后再说一句。啊。我现在只是给他一次再表现的机会。啊，你自己心里就清楚就可以了。这是由杰利亚提供的嘉宾和好的这么一个礼盒啊。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：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改过来好吧，别让我们失望行吗？把那个你写的大大的哈。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挺让我们祝福的时刻，但是好多人可能也捧不出祝福的掌声，就算你们俩的独角戏吧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独角戏。可可，还是我在大学对你说的那句话，请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，我不只是个过客。以前可能我说的是假的，在今天，在这儿，在所有人，在我哥，在你干妈的注视下，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是真的。跟我回家吧。来，大家还是给点掌声，还是祝福一下吧。小强，这么多人都不看好你，只有这个女人这个时候还默默地站在你的身旁，好大的福气啊！珍惜好吗？来，牵着她的手，虽然很多人都不看好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最后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你们开心就好，好好对她。好吧，好的。小强，你要是不好好对可可会遭报应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